親愛的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到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。今天呢，我們要和大家分享的還是和聽力有關，也就是說，是我們 HSK 5級的聽力部分。大家還記得在聽力部分，老師跟大家說過，在這一部分我們一般會聽到一些故事類的文章，還有非故事類的文章。前2節課我們討論了2種故事，你還記得嗎？我們有說過故事類的文章有什麼呢？有哲理故事，還有呢？還有大家喜歡的幽默故事。今天我們呢就一起來看一看，除了哲理故事和幽默故事，在听力當中還經常會考大家的一個類型，那就是生活故事。說到生活故事，其實非常簡單，就是發生在你生活當中的一個小故事。在聽生活故事的時候，我們的關注點其實是不一樣的。在聽生活故事，一般要關注什麼呢？一起來看，說這故事，當然呢，你要告訴別人什麼時候發生的，對不對？時間，還有在哪兒發生的，也就是地點。那故事裡都有誰呢？這是人物，發生了一件事兒，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兒？是事情的起因，還有經過是怎麼樣的經過，還有結果，這個是一般故事都會有的。那我們說生活故事它特殊在什麼地方呢？除了每個故事都會說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，還有原因、經過、結果這6個要素之外，還有哪些東西是大家在做5級聽力短文部分的時候應該要注意的呢？那就是紅色標出的這2個。一般來說在5級的短文聽力當中，如果你聽到了一個和生活有關的故事，不是幽默故事，也不是告訴你一個道理的哲理故事，那它常常就是要解決生活當中遇到的一個問題。也就是說，你要注意的就是當你在听到這個故事的時候，發生了什麼事兒，這個事情當中有什麼問題是這個人物需要去解決的呢？你聽到這個問題之後，當然少不了的還有什麼呀？有問題就要去解決了，那就是如何解決的。也就是說，大家在聽生活類故事的时候，主要關注的6要素必不可少，你更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問題，還有這個問題是怎麼解決的。好，多說不練假把式，對不對？光說理論沒有用，當然要操練一下啦。那就是回到我們的練習當中，說聽力部分最重要的一點，不管你在做哪一部分的聽力，你都要做什麼呢？你都要提前看選項，來預測一下你可能接下來聽到的內容是什麼。在這個內容當中，我應該注意听的點到底是什麼呢？好，一起來看一看。我們今天的第一個練習呢，有3個問題，是從37題到39題，一起來看一看它們的選項吧。37 A， 他很糊塗。 B， 他很有魅力。 C， 他不會裝會。 D， 他總是很開心。A、B、C、D 4個選項都說的是誰？都說的是一個人。這個人你不知道具體是誰，但他是一個男孩，對不對？從字上面就看出來了。所以你要關注的是什麼？在這個故事當中可能時間不重要，地點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到底是和誰有關的。關於這個人，你又知道什麼呢？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？是如何形容這個人？或者說，從這個故事當中，你能聽得出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這個就是我們對第1道題目的預測。好，再來看第2道，第38題。A，
要刻苦學習 ；B. 不會時別舉手 ；C. 要與同學們溝通 ；D. 會時舉左手，不會時舉右手。看到 A、B、C、D 4個答案，告訴老師，你覺得這4個選項和什麼有關？可能會問你什麼樣的題呢？你要做什麼？不會的時候怎麼做？會的時候又怎麼做？顯然是什麼呀？是告訴你，你應該做什麼。很有可能啊，這個人他遇到了一個問題，另外一個人呢告訴他你應該怎麼去解決。再進一步看一下，學習和同學溝通，不會時別舉手，或者說會的時候是左手，不會的時候那我就舉右手，和什麼類型的內容有關呢？這個故事應該是和學生、和課堂、和我們上學有關的一個小故事，那應該不太難，都是我們日常生活当中經常会发生的事情嘛。所以你要關注，在這個簡單的小故事裡，到底這個問題是怎麼解決的。好，再來看第39題，最後一道題目的4個選項。A. 變得更自信了。B. 學會了獨立思考。C. 懂得了人生的意義。D. 喜歡上了建築設計。A、B、C、D 4個選項，猜一猜吧，和什麼有關呢？預測一下。很有可能是這個人，他遇到了一個問題。那38題問你這個問題是怎麼解決的？那到了39題，我們說呀，結果可能解決了，是不是？那結果對他有什麼影響呢？是解決了這個事情之後，他是我更自信了，我更喜歡舉手了，還是說我通過這件事情學會了我要獨立思考，或者說一下子頓悟了，我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兒了，這個很大呀。D 選項呢？喜歡上了建築設計，可能你會聽到最後他成為一個什麼建築師啦、工程師，或者說他非常喜歡設計建築之類的話語。如果你聽到了，那就要選 D 選項。所以說呀，經過我們快速的看3個習題的 A、B、C、D 4個選項，我們很快的對不同的題目可能會問到的問題做了預測。同時呢，也對接下来要聽的內容進行了一個小小的猜測，很可能是跟一個同學有關的。這個學生上學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問題，有個人幫他解決了這件事兒，對他有影響。具體影響是什麼？那是第39題你需要解決的問題。好，進行完預測，下一步當然就要聽一聽，來檢驗一下我們的預測對不對。你能不能抓住重點呢？好，接下來我們一起來聽一聽，時間交給大家。第37到39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话。課堂上老師提問的時候，有個同學總是舉手，可老師叫他回答問題時，他卻答不出來，引得其他同學哈哈大笑。課後，老師問他為什麼要這樣，他說，如果老師提問時他不舉手，同學會在課下叫他傻瓜。於是，老師和他約定，當他真會的時候就舉左手，不會的時候舉右手。漸漸的，這名同學越來越多地舉起他的左手，變得越來越自信。長大後，成為了一位出色的工程師。37，同學們為什麼哈哈大笑？
38，老師讓那個學生怎麼做？39，老師的幫助對他有什麼影響？又見面了哈。好，聽完了我們的聽力，一起來回顧一下剛剛大家聽到了哪3個問題？你們選擇出來答案了嗎？一起先來看一看我們聽力當中的問題吧。第一個37題，同學們為什麼哈哈大笑？問你的是原因這個事情為什麼？第二個，老師讓那個同學怎麼做？有問題，那老師是怎麼解決的？第3個問題，老師的幫助對他有什麼影響？是不是和我們剛剛預測的差不多？只是第一個問到了原因，但是其實是和那位同學有關的，也就是說你還是要找這個原因到底他做了什麼事情，他什麼樣的，他是一個怎樣的人，所以才会讓同学们哈哈大笑呢？看完了問題，一起再來回顧一下大家剛剛聽到的內容，檢查一下你的答案，看一看我們的關鍵句在哪裡。跟着老師再來看一遍。課堂上老師提問的時候，有個同學總是舉手，可老師叫他回答問題時，他卻答不出來，引得其他同學哈哈大笑。關鍵句是不是來了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有個同學總是舉手，可轉折之後重點，老師就叫他回答問題，那他答上來了嗎？他卻答不出來。一般來說你舉手知道的時候才舉手呢，那你舉了手，老師問你，你又答不上來，所以其他同學才會笑你。這是第一道題目的關鍵句。接着往下看，課後老師問他為什麼要這樣，他說，如果老師提問時他不舉手，同學會在課下叫他傻瓜。於是老師和他約定，當他真會的時候舉左手，不會的時候就舉右手。漸漸的，這名同學越來越多地舉起他的左手，變得越來越自信，長大後成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師。有問題，那就是他會不會都舉手，而且老師問他的時候他答不上來，同學們哈哈大笑。面對這樣的問題，老師提出了怎樣的建議和解決的辦法呢？老師和他做了一個約定，當他真會的時候，如果你真的知道答案，你要舉左手；如果你不知道答案，只是怕學生其他同學叫他傻瓜，那你就舉右手。結果怎麼樣？漸漸的，他越來越多的舉起了左手，也變得越來越自信。關鍵句是不是和答案和我們的選項一模一樣呢？最後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師。所以再來看我們的答案，第一道題目問同學們為什麼笑，那是因為他怎麼樣？他不會裝會，因為老師提問的時候呢，他又答不上來，但他舉手呢，又好像他知道這道題的答案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不會裝會，同學們才會笑他。38題，老師怎麼解決的？老師跟他約定，第一選項，會的時候舉左手，不會那你就舉右手。最後一道題目，最後老師最後給他有什麼影響呢？影響就是更多的舉起了左手還是右手
左手他呀也变得越來越自信，所以越来越那就是更自信了。我们的答案就是 C、D 还有 A 選項，你做對了嗎？這是第一個生活故事。下面我們再來看，趁熱打鐵，經常說做完之後再多做一道，鞏固一下。我們接着看第二道題目，同樣還是一個生活故事，從37到39題，先做什麼呢？先看選項，預測重點。當然聽的時候你要關注的是，有什麼問題，怎麼解決的。37看選項吧。A 教練要求的。B 將賽程分段。C 提前進入狀態。D 熟悉比賽環境。A、B、C、D 看完之後，可能是和什麼有關？和比賽有關。那關於這個比賽，他做了什麼或者怎麼做的？為什麼這麼說啊？教練要求的，我讓你這麼做。將賽程分段是他具體的一個做法。C 提前進入狀態，說我比賽的時候我可能要成功，我要得第一拿獎盃，那我呢要提前進入狀態，這樣才可以全力以赴，我就能盡全力的去完成比賽。還是說我比賽之前我要熟悉一下環境，這樣我才能有把握去贏得這個比賽呢？所以我們看B、C、D 都是一種做法。A 呢是教練讓他這麼做的，具體怎麼做我們不知道。所以大家要聽的時候要關注的一個細節就是關於應對這個比賽，也就是說他在比賽之前做了什麼準備工作，或者說他贏得了這個比賽，他是怎麼做去贏得這個比賽的？是分段了，還是提前準備進入狀態了，還是說熟悉環境了？這就是我們的第一道題目的重點內容。再看38題。A 縮小目標。B 刻苦訓練。C 了解對手情況。D 提高動作協調性。這個又是4個具體的做法，對不對？所以呀，你還要進一步的看，那他到底做了什麼？具體的內容是我在比賽當中縮小了目標了，還是說我平時刻苦訓練了，或者說比賽前我充分的了解了对手的狀況，又或者說我比賽前訓練我是为了提高我動作的協調性。所以37題和38題都是和這個人的具體做法有關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區分，到底什麼時候做了37題的這些動作，什麼時候做了38題的動作，這些動作你聽到的問題要和具體的應對的方法，也就是它的做法對應起來。再看第39題。A 他在郵局工作。B 他是長跑運動員。C 他只得過1次冠軍。D 賽前他從不做準備。4個句子的主語都是他，肯定是和我們的這個人有關。那在這個人，你到底關於他知道什麼呢？一看呢，39題就是一個，最後問你關於這個人你知道什麼，或者說，你聽到了什麼？關於這個人哪個表達是正確的？這個就需要大家全面的去聽一下這個小短文當中到底說了什麼，然後來做出判斷。所以在這個整個故事當中，你需要注意的就是比賽其實就是要贏得比賽，就是他要解決的一個問題。怎樣贏得比賽，具體解決的方法是什麼，也是需要大家來仔細聽的。好，經過分析之後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檢驗一下了吧？一起來看一看吧。我們把時間還是留給你，一起聽一聽，做一做你的選擇。
第37到39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。一位長跑冠軍把自己成功的經驗總結為賽前的準備。他說，每次比賽之前，我都要仔細記一些比賽線路周圍的標誌，比如第一個標誌是一所郵局，第二個標誌是一個大廣告牌，這樣一直到終點。比賽開始後，我就先以100米的速度奮力地向第一個目標衝去，等跑過第一個目標後，我又以同樣的速度向第二個目標衝去。40公里的賽程就被我分成這麼幾個小目標，輕鬆地跑完了。過去我把目標定在40公里外的終點，結果跑到10幾公里的時候就跑不動了。我被前面那段遙遠的路程嚇倒了。37，他賽前看路線的主要目的是什麼？38，他的成功經驗是什麼？39，根據這段話可以知道什麼？好，我們的小短文已經听完了，問題也聽完了，大家題目做得怎麼樣呢？和剛剛預測的是不是差不多？嘿，一起先來看一看我們的3個題目吧。第37，他賽前看路線的主要目的是什麼？告訴你他比賽前看路線了，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問的是原因。剛剛我們看了很有可能是做法，在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出入。但是不要慌，其實你也是可以輕鬆應對的。再看38題，他成功的經驗是什麼？問你他呀是怎麼成功的？也就是說，這裡問題就是他想要成功，那他是怎麼做的？也就是怎麼去解決想要成功這個問題呢？其實就是你要關注一下他的具體解決的辦法，他是怎樣成功的。39，根據這段話可以知道什麼？我們剛剛看完 A、B、C、D 4個選項，都是和它有關的，所以我們知道這道題目是問總的來問，到底你聽到了哪些內容？你需要具體的一個一個的對應起來去判斷。好，看完了我們的3個問題，再來跟着老師回顧一下你剛剛聽到的內容。看一看關鍵句，分析一下聽力材料，同時也檢查一下你做的答案是不是正確的。一起來讀一下吧。一位長跑冠軍把自己成功的經驗總結為賽前的準備。他說，每次比賽之前，我都要仔細記一些比賽線路周圍的標誌，比如第一個標誌是一所郵局，第二個標誌是一個大廣告牌，這樣一直到終點。比賽開始後，我就先以100米的速度奮力地向第一個目標衝去。等跑過第一個目標後，我又以同樣的速度向第二個目標衝去。40公里的賽程就被我分成這麼幾個小目標，輕鬆地跑完了。看到這裡，其實就是在介紹這個人他是怎麼比賽的。一開始說他是一位誰？我們說關注一下人物，他是一位長跑冠軍，所以他跑的是長跑。那他成功的經驗是什麼呢？也就是說，他怎麼成功的？賽前的準備，他
他一定是比賽之前做了準備了。很模糊誰比賽之前都會做準備，對不對？那他準備是怎麼準備的？繼續來看，要記標誌，比如第一個標誌是郵局，第二個是大廣告牌，然後一直到終點。要說長跑嘛，跑的距離肯定特別長，所以呢，他就記了一些標誌。那開始之後他怎麼做？100米速度先實現第一個小目標，第二個再以100米速度去找第二個標誌，實現他下一個目標。所以一共跑了多少？40公里的路程40公里的赛程很長就被他怎麼樣怎麼解決掉了？拆分成幾個小目標，輕鬆的跑完了。所以你來告訴我，他賽前準備的目的是什麼？想一想，賽前的主要目的是什麼？再來想一想，他成功的經驗是什麼？想一想，看一看你選的答案。然後我們再看，過去我把目標定在40公里外的終點，結果跑到10幾公里的時候就跑不動了，我被前面的那段遙遠的路程嚇倒了。其實也是說，遠目標如果你定得特別遠，我一下子我要實現的結果就是跑完40公里，那跑了10幾千米，那就跑不動了呀，40公里太長了。那他的做法呢，就是分小目標，第一個目標實現了，有幹勁兒，再去實現第二個目標，然後就40公里輕輕鬆鬆的就跑完了。這個就是我們故事。那聽完了故事，看完了我們的問題，你的答案呢？一起來檢查一下。第一個，他賽前的準備是為什麼呀？為什麼要做賽前準備呢？他是做了什麼準備？對就是去找一些標誌物，將它分成幾個小目標，也就是將賽程分段。那他成功的經驗是什么呀？一開始說是賽前的準備，都說了賽前都會準備嘛。然後我們38題選項當中也沒有賽前的準備呀。那他到底具體做了什麼？也就是他怎麼解決的就非常重要了。他是怎麼做的？相信你一定知道吧？那就是将40公里分成幾個小目標，輕鬆的解決，對不對？當然就是先縮小目標，不要一下子就跑40公里。我先跑10公里，再來10公里，再來10公里，那就把它縮小了。那40公里，也就輕鬆的跑完了。最後聽完這段話，你知道什麼了呢？他是郵局工作的嗎？都說了，人家是長跑運動員嘛，那他就是 B 選項。然後他只得過1次冠軍，有說嗎？沒有，不看了。賽前他從不做準備。第一句話就說了，將成功的經驗總結為賽前的準備。所以最後正確答案是 B。你做得怎麼樣呢？好，聽到這裡大家鬆一口氣吧，我們今天的課程就結束了。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如果你在5級的短文聽力部分聽到了生活類的故事，除了這6個要素，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原因、經過、結果你需要注意以外，要具體注意哪一點需要你去分析選項。記住了，分析選項預測非常重要，分析完你才能知道我到底是重要的聽時間，還是听地點，還是說關心哪個人，或者說這件事情是為什麼發生的，中間具體經過是什麼，最後的結果好不好，這個是通過分析得來的。除了分析看這6要素之外，我們還有2個非常重要的地方，一個是關注一下在生活故事當中這個人他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，
更為重要的是，當他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怎麼解決的，或者別人給他提了什麼建議、什麼解決方法，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問題和解決。好，這個就是關於我們今天生活故事要和大家一起學習的幾個小技巧，不知道你們掌握的怎麼樣？記着一定要回去多做練習，鞏固一下你們學到的內容哦。好，今天的課程呢，我們就到這裡了。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，我們下節課再見。